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9日啊。咁咧，近年成日有人講東升西降啦，話西方沒落、治安差、社會福利嘅崩壞，城市嘅破產，咁部分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咧，問題就係啦，我而家倫敦咧喺大學裏邊咧就見到大量嘅中國留學生，當中咧有好大部分咧係紅二代、紅三代、紅四代、五代太子黨，即係點知咧？同你哋傾偈就知噶啦，你發現咧佢哋咧屋企人啊、阿爺啊、外公啊，可能咧係國企嘅高層嚟噶，或者咧本身咧自己甚至乎官員嘅後代，但係咧嚟到英國咧就讀書、讀碩士啊、博士，咁海歸回流嘅亦都有，但係留喺英國長居生活嘅人咧，亦都為數不少噶。咁點解係咁樣咧？咁我今日要講下呢個人生嘅取態啦。咁嗱，最近咧呢幾日咧喺大陸有一個新聞，咁喺大陸傳出嚟先噶。首先係而家海外嘅媒體不斷報道啦，就係榮家上海榮家係咪移民咧？有網民咧就發現到喎，喺上海榮家大宅咧有個人咧就係包廂啦，搬箱就將啲一代一代嘅家私古董打包移民去加拿大咯。究竟是否如此咧？當然我哋無從得知啦，因為呢度講榮家就係大家知道係所謂嘅榮毅人嘅後代，榮毅人咧就係所謂嘅中國紅色商人啊嘛。咁毛澤東咧喺開國大典坐住架車，同埋抗美援朝有10幾架飛機都係榮家捐出嚟嘅。咁呢個榮家咧係講榮毅人家族。榮毅人咧喺1949年之後咧就做過上海市嘅副市長，以商人嘅身份咧就係搞公私營合作。後來咧成為咗上海市嘅副市長，做咗咧政協嘅副主席，然後咧做埋呢個嘅棉紡織部嘅副部長。咁後來經歷文革啦，文革時期又被打倒啦，因為佢紅色資本家啦，雖然係咁啫，但係佢都係資本家啊嘛，係資本主義嘅走狗嚟噶嘛。呢個榮毅人家族個祖上呢個榮德生就係曾經做過北洋政府嘅委員噶嘛，亦都做過國民黨時期嘅委員噶嘛，咁所以咧任何人當權咧佢都可以同佢合作嘅，除咗日本人之外，汪精衛咧就邀請咧榮德生合作，但係咧就遭受到拒絕嘅，但係共產黨嚟咧佢又同共產黨合作咯，咁但係榮毅人咧始終會被打倒啊！喺66年嘅時候咧就俾紅衛兵打倒啦，後來周恩來保護佢，先免於咧係即係受到更嚴重嘅打擊。咁但係文革嗰10年咧，佢都多次被打倒嘅，多次被批鬥，多次俾紅衛兵羞辱啊，甚至乎要下放到去北京啦，喺北京嘅一啲嘅政府大樓裏邊咧要做清潔工。佢嘅仔咧榮志健咧就要上山下鄉啦，去咗山東裏邊咧下鄉做知青。咁但係1979年之後咧，1979年之後就即係改革開放啦，鄧小平咧就好重用佢啦。鄧小平就係右傾噶嘛，鄧小平咧就係走呢個嘅即係摸住石頭過河，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好貓，所以咧一上台復出之後咧，即刻欽點咗榮毅人啦，然後咧就由國務院咧直轄成立咗一間公司叫做中信集團、中信泰富又揾咗榮毅人嘅仔就榮志健去管理喎，喺香港度打骰就係幫國家籌集資金。咁呢個嘅榮志健咧，咁喺香港打理中信泰富咧、中信集團咧，數十年相當之有聲有色嘅，直至到2008年之後咧就多次受到香港嘅警方同埋咧受到咧證監會調查。咁當時香港仲未全面管治香港嘅警方、香港嘅證監會咧仲有高度嘅自治權就捉咗呢個嘅榮志健就喺度調查。結果榮志健咧就係嗰啲因為一啲不恰當嘅投資同埋交易咧就被調查，最終咧就要辭去咗公司領導嘅地位噶。自此之後咧，2014年之後咧呢個榮氏家族喺香港咧就相當低調。當然而家咧榮氏家族嘅人數好多嘅，有數十人咧係好活躍嘅，仍然咧喺唔同嘅企業裏邊做高層。咁但係我哋講榮家咧就往往係主力係講榮毅人家族，就因為榮毅人個父親咧榮德生咧其實亦都有其他仔女啦，榮氏亦都唔係淨係得佢哋一支啦。而家就係講榮毅人家族係咪移民啦？網上有好多揣測嘅，咁我哋又唔討論呢個問題。我討論兩種人生嘅取態。頭先講啦，你同政權合作，留咗喺呢個嘅共產中國裏邊，你係好長時間好富貴。榮毅人咧喺1949年之後就交出咗佢嘅財產，就公私營合作啊嘛。咁但係咧佢換嚟咧上海市副市長嘅地位，做埋呢個嘅紡織部嘅副部長。
咁啊地位好高啊。咁啊但係咧文革有10年咧又好坎坷喎。然後去到1979年復出啦，復出之後咧鄧小平復出，咁佢嘅地位啊得到扶正啦，佢個仔啊做咗中信泰富嘅領導，然後咧喺江澤民上台嘅時期咧就揾咗佢做國家副主席喎，即係位極人臣噶啦，榮毅人係咪啊？即係做商業生意嚟講，去到呢個地步咧，成為國家副主席，已經係世界上歷史上係絕無僅有噶啦。咁啊，但係你有10年好坎坷，咁政治風險好大，就說明咗。咁啊，相反啦，榮家咧仲有其他一支咧就走咗嚟香港。1949年嘅時候就唔信任共產黨啊，因為榮毅人就堅持要信任共產黨啊，咁就留咗喺上海。咁但係另外一支咧就唔信任共產黨喎，走咗嚟香港。咁啊，香港咧就過住即係冇咁富貴嘅生活啦，始終成個國家唔同啊嘛。呢個咧就榮智欽咧就走咗嚟香港，後來咧就去咗美國係讀個博士學位，咁啊就喺呢個麻省理工。咁啊然後喺香港咧都係過住唔錯嘅生活，都係富豪嚟啊。咁啊後來呢個榮智健咧就係用中信泰富嘅名義嚟到，就揾咗佢個堂兄啦，呢個榮智欽就係合作，咁所以亦都賺到好多錢嘅。咁啊到底你係選擇邊一種生活咧？今日就想講下啦。係同政權合作，但係大起大跌喎。富貴嘅時候咧就梗係高興啦，閉翳嘅時候咧又真係朝不保夕喎。如果唔係周恩來咧同呢個嘅榮毅人嘅關係好咧，文革嘅時期就同大多數咧即係呢個資本家或者係即係同國民黨有背景嘅人士一樣啦，最終咧都死於非命啊。咁就係因為咧佢同鄧大姐鄧大姐就鄧穎超同埋周恩來關係好好。咁所以咧，當時咧做呢個嘅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就喺1966年咧受到批鬥，紅衛兵就攻咗入佢屋企。周恩來知道咗咧，然後咧就派人保護佢，調走咗啲紅衛兵。雖然係咁但係經常都受到扣帽子，受到潑髒水，即係受到呢個嘅打擊啦。呢個就係榮毅人啊嘛。咁後來咧，周恩來咧多次傳話俾佢，但係都傳唔成喎。喂，因為咧冇毛澤東嘅肯手咧，啲紅衛兵點會去攻擊佢啊？咁即使毛澤東未必親自授意，都有4人幫啊嘛，有江青啊嘛。咁所以咧佢嘅打擊咧，其實就一定係受到最高層嘅默許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嘅周恩來咧多次咧就要保護佢，多次公開咧就係拉佢上台啦，係企喺周恩來嘅側邊，就話俾人知嗱，佢係我嘅人嚟噶，你唔好搞佢。雖然係咁，但係嗰10年都過得好艱苦嘅。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啦，就係你要咁嘅勇氣。1950年嘅時候，共產黨進入咗上海啦，當時咧佢哋喺上海有龐大嘅事業噶嘛，佢係搞咩啊？榮家由晚清開始搞起嘅，由呢個嘅1895年咧嘅時候咧就開始搞錢莊喺上海，因為上海咧係錢莊嘅重鎮嚟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好多嘅華僑就去咗海外度打工，咁所以咧喺海外咧就要匯錢翻入嚟啊嘛，就要經香港，所以香港嘅錢莊崛起咗，嗰啲南北行咧亦都崛起咗，咁就係支援咧喺呢個嘅福建廣州嗰啲華僑家族就係喺外洋度打工，就寄啲錢嚟。咁上海亦都係啦，上海咧嘅錢莊嘅崛起咧，亦都係同呢個嘅洋務運動有關係啦，同上海租界有關，咁好多生意投資。咁當時咧榮家最早嘅企業代表咧就係榮德生，就係榮毅人嘅阿爸，就嚟咗香港喎。嚟香港做咩咧？嚟香港咧佢就係搭船嘅啫，因為當時咧佢就去廣州度出差工作，結果咧就嚟香港度搭船就發現咧哇香港好發達喎。咁當時佢嘅回憶就咁講嘅，當時咧從廣州回嚟嘅路線咧，大多咧係先經香港乘船到上海嘅，因為香港有太古船廠啊嘛，有招商局啊嘛，所以當時咧好多船咧，即係你如果係廣州陸路翻去上海咧，時間就好長噶，喺香港坐大輪船咧上去就好快嘅啦。咁佢搭船去上海，再轉到無錫，因為咧榮德生咧係無錫人嚟嘅，喺香港等候船嘅時候咧，天天去到碼頭探問發覺海灘上面咧係一片雪白，哇！嗰啲雪白睇一睇咧，原來係工人咧喺度裝卸麵粉麵粉跌落去地下，一地都係啦，一腳一腳咧咁踩到周圍都黑掹掹。佢心諗哇！啲洋麵粉大量進口每年不下1000萬包嘅，就係我國咧要虧損1000萬嘅利權所以咧佢就諗起咧要自己搞麵粉廠啦。
咁呢個榮氏家族咧係中國近代史咧個好重要嘅，好多人研究嘅課題，好多人寫博士論文就寫啊，佢係搞麵粉起家嘅，後來咧就搞埋呢個紗廠咁所以去到1920年代咧已經成為咗中國嘅首富啦，最有錢嘅人同北洋政府合作，後來咧1927年咧蔣介石去咗南京，成立咗南京政府，又同蔣介石合作，咁所以佢一直咧就係喺上海度就搞實業嘅，咁當然啦，亦都搞碼頭啦，你有麵粉，有呢個織布業，你梗係要搞埋碼頭，搞埋碼頭啊，搞埋房地產噶咯，咁所以咧佢嘅發跡就係咁樣嘅。咁但係問題，你有冇咁嘅勇氣喺1950年當共產黨嚟嘅時候，你係要主動送晒所有嘅資產俾共產黨，同佢搞公私營合作嘛，而換嚟自己嘅平安否則咧就會好似其他嘅家族咁就被鬥死喎。甚至乎好似胡適個仔咁，胡適個仔都被逼要上吊如果你唔夠絕對嘅忠誠咧，就等於絕對嘅不忠誠。相反啦，榮家其他嘅家族咧，因為榮德生或者榮德生嘅兄弟榮敬宗，仲有好多嘅分支咧，就一早嚟咗香港噶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分支咧就去咗台灣添嘅到底你會選擇邊一種咧？去台灣嘅亦都生活都唔錯所以咧1949年嘅時候去台灣嘅有，留喺香港嘅又有，咁佢哋當然啦冇呢個嘅榮毅人咧咁風光冇榮毅人咧即係能夠位極人臣，享受到最高嘅待遇，但係佢係能夠咧過住都唔錯嘅中產生活啦，小康啦，甚至乎都係富豪嚟噶啦喺台灣嘅榮家或者喺呢個嘅香港嘅榮家都係富豪，咁你到底係選擇邊種咧？呢個咧就係喂。賠錢嘅生意冇人做，殺頭嘅生意有人做。榮家之所以留翻喺中國，第一當然係愛國啦。佢哋榮毅人個父親即係榮德生就係講明啦，唔可以離開嘅，唔可以去台灣。當時咧蔣介石咧就邀請佢去台灣，咁佢就一口拒絕，唔可以去台灣，因為佢覺得去台灣個風險都好高。因為榮德生咧喺南京政府嘅時代咧，都經常受到蔣介石佢哋打壓，甚至乎曾經俾人綁架過嘅。咁佢話唔可以去啦，咁但係嚟香港嘅一支，嚟香港一支咧就係去咗美國，後來再回流香港做生意嘅中產階級，最後成為咗富豪啊！咁到底你係榮家，你會點選擇咧？去台灣、嚟香港，定係留喺大陸咧？留喺大陸咧，佢最後當然係即係過咗極其富貴嘅一生啦，咁但係當中亦都坎坷10年，呢個就係即係同政權咧合作嗰個風險因為你冇辦法確保你嘅合作者，你嘅保護傘係永遠都強勢嘛。周恩來係佢保護傘，咁但係周恩來都有失勢嘅時候周恩來嘅失勢咧，根據李志綏醫生嘅回憶錄咧，就話周恩來咧係患咗癌症，毛澤東係唔俾佢醫治，就係希望咧毛澤東係希望讓周恩來係早佢一步走嘛。佢驚咧毛澤東自己死嘅時候，周恩來未死，就會咧獨攬大權會影響咗毛澤東咧所部署嘅影響力。咁所以周恩來都係失勢喎，最後咁結果咧榮家失勢咗10幾年雖然佢間中都會復出去下美國，去下其他地方訪問，但係翻到嚟咧一樣係受到紅衛兵、受到四人幫、受到江青嘅逼迫㗎你會選擇做邊種咧？去到79年鄧小平復出，咁佢先至咧平步青雲呢個榮毅人啦、榮志健啦先能夠咧繼續係扶搖直上。咁但係呢個係極高嘅風險喎。如果1949年佢好似榮家嘅其他分支咁樣就嚟咗香港，或者去到台灣、去到美國開枝散葉，過住唔錯嘅中產生活，至少起碼自由唔會去上山下鄉，唔使去俾人哋送去守廁所當然啦，佢後來嘅發達啦，呢個真係富貴險中求嚟喎。成為國家嘅副主席亦都係意外。如果唔係一連串嘅巧合，即係鄧小平復出呢個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人扶植底下，鄧小平復出，而又捱得過8964，佢後來唔會喺93年成為國家副主席，呢啲都係一連串嘅巧合。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今天喺西方有咁多紅二代，有咁多太子黨啲人咧，小粉紅一路唱衰歐美，但係咧嗰啲領導嘅家屬咧就不斷嚟歐美移民，嚟英國咧，如果唔係英國政府嘅保守黨最後嘅1-2年嚴厲打擊，嚟英國移民嘅或者嚟英國讀書留學嘅太子黨咧，仲係不斷創新高嘅，而家已經稍有回落咁但係咧呢個係風險管理喎，就係大部分嘅太子黨咧，佢哋都經歷過佢哋祖先多次嘅失勢啊嘛。
你今天習近平當權，難保有一天係唔會失勢啊！今天咧江澤民、胡錦濤當權，你難保有一天唔會失勢啊！咁所以咧，當你嘅保護傘一失勢嘅時候，你嘅家族咧就可能一被連根拔起，即使唔係連根拔起啊，都好似榮家咁，要過盡咧係慘絕人寰嘅10年啦，文革嘅10年。咁所以點樣去安排部署咧？移民去歐美係其中一種方法啦，咁所以而家網傳就話佢哋移民去加拿大，不得而知是否事實。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孤立嘅現象啊嘛，大量嘅紅二代咧都走先讓自己仔女走，咁讓自己嘅情婦走，讓自己嘅親戚走，而家就係咁樣啦。咁到底係咪驚被清算啊？咁因為上海幫失勢，大家知道咧，佢喺江澤民時期係做國家副主席噶嘛，咁同江澤民同上海幫嘅關係梗係密切噶。習近平近年話銳意打貪、銳意整頓，會唔會咁咧？呢個就係無從判斷嘅，是否事實咧，亦都讓時間先知。但係關鍵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呢個係中共咧嗰啲紅二代、太子黨普遍咧嗰個策略就係要分散家族嘅風險投資，政治同經濟一旦連結咧，你富貴嘅時候咧飽則飽死，飢則飢餓而死，呢個就係歷史嘅宿命嚟嘅。咁上一輩咧已經經歷過，佢哋就唔希望下一代受苦啊嘛。而最終能夠成功嘅人始終係佔少數。去歐美讀個博士學位，然後去啲企業度做下中產，做下啲高層，咁何樂而不為咧？有咁嘅資源，有咁嘅能力，咁培育仔女咧係最有效嘅方法。所以點解而家歐美嗰啲碩士博士尤其同中國有關係嗰啲學科咧，我教中國歷史啦，咁仲有啲其他學科咧，哇，真係中國學生嘅比例咧可以佔到7、8成、8、9成嘅。亦都可以係咁樣解釋啦。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睇完今日嘅影片，學到中國經濟史、近代史有啲嘅知識。下個禮拜中國近代史課堂咧，將會喺 Patreon 度咧恢復翻。今日放完呢個嘅 Christmas Holiday 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15蚊美元一個月就可以聽翻以往嘅內容噶啦。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希望大家可以鼓勵下、支持下，知識有價。YouTube 嘅會員都歡迎大家可以加入嘅。今日講到呢度，拜拜。